往下制作花片部分，先钩织对应数量的花片，完成后将花片缝合起来，之后再与第一次钩边进行缝合。先来钩织花片，这里单个花片采用环形起针，逆时针环状向外绕圈钩织，用到的新针法比较多，同样图纸都会进行标注，我就不一一举例说明了。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首先环形起针，完成后立3针锁针起立，接着调起针动眼，钩织11针长针。完成后收线圈，最后在起立针上拧拔、拉紧、断线。第一圈完成，接着钩第2圈，在上一圈起立针上接线，立3针锁针起立，接着往左挑针目钩1针长针，后面钩2针锁针间隔，往下挑长针的同一个入针位置和左侧针目钩织长针减针，分别挑2个位置钩织长针的未完成针。1、2，完成后钩针上有3个线圈，绕线一次穿过，完成长针减针，后面继续钩2针锁针间隔，往下挑这个减针的第2针入针位置和左侧针目钩织长针减针，完成后钩2针锁针间隔，后面分别挑前一个减针的第2针入针位置和左侧针目钩织长针减针，减针之间间隔2针锁针，继续往下钩织。最后长针减针的第2针钩在上一圈起立针的位置，之前拧拔穿入的这里。完成后继续钩2针锁针间隔，然后调起立针左侧长针的针目，钩拧拔针连接，拉紧，断线。第2圈完成，接下来钩第3圈，在上一圈任意锁针动眼里接线，
立3针锁针起立，同一个动眼钩织3针长针，接着放开线圈，从起立针的第3个锁针位置调2根线入针，将放开的线圈勾出，织物向前凸起，然后钩1针锁针固定。这里相当于钩了一个长针4针的爆米花针，只是由于开始有起立针，钩法比较特殊。往下钩织3针锁针间隔，后面调锁针动眼钩织长针4针的爆米花针，先钩4针长针，然后从第1针的针目入针，将放开的线圈勾出，再钩1针锁针固定，完成长针4针的爆米花针，继续钩3针锁针间隔。往后分别调锁针动眼钩长针4针的爆米花针，之间间隔3针锁针，继续往下钩。最后再开始爆米花针，起立针顶端，入针钩顶拔针连接，完成后拉紧，断线。第3圈完成，继续钩第4圈，在任意锁针动眼里入针接线。然后立3针锁针起立，接着挑动眼钩织长长针，钩针绕2次线，穿入，绕线钩出，钩针上有4个线圈，往下绕线，依次穿过前2个线圈，重复3次，1次、2次、3次，完成长长针。后面挑爆米花针的位置，挑其正上方的辫子，钩织1针长长针。接着调左侧锁针动眼，钩织1针长长针，一针长针和1针锁针，往下挑正下方长针减针的针目，钩织1针长针，这里将上方锁针也包裹进去。
钩完后高度与旁边针法差不多。完成后继续钩一针锁针，然后回到上方的同一个锁针洞眼，钩一针长针，一针长针，往下继续挑爆米花针位置，钩一针长针。将之前爆米花针上方的长针左侧到这个爆米花针位置的长针看作一组，往下继续钩织这样一组的针法。具体大家也可以参考图纸。约到起立针位置，挑旁边长针的针目入针即可。继续往下钩织。到了开始的洞眼，继续钩一针长针，一针长针，一针锁针，挑下方钩一针长针，然后钩一针锁针，最后在起立针位置紧拔，拉紧，断线。第4圈完成，接下来钩第5圈，需要挑上一圈挑减针位置钩织的长针背面钩织，找到对应的一针，在背面挑2根线入针，进行接线。立一针锁针起立，对应钩一针短针，往下钩织4针锁针间隔，后面分别挑在减针位置钩织的长针背面2根线，对应钩短针，短针之间间隔4针锁针，继续往下钩织。最后在开始短针上紧拔，拉紧，不需要断线。此时第5圈完成，接着钩第6圈，先往左挑锁针洞眼，钩一针不拉紧引拔针，然后立3针锁针起立，同一个洞眼钩一针长针，一针锁针和2针长针，
接着钩一针锁针间隔，往下分别挑洞眼对应钩织长针和锁针，具体针法大家参考图纸。继续往下钩织，最后在起地针上拧拔，拉紧，不断线。第6圈完成，继续钩第7圈。先拉大钩针上的线圈，抽出钩针，然后从右侧锁针洞眼里入针，将之前放开的线圈勾出。然后立3针锁针起地，接着挑同一个洞眼，钩2针长针，后面继续挑相邻锁针洞眼，钩3针长针。第2针时需要与下方第4圈进行固定，先钩1针长针，然后找到下方第4圈，在爆米花针上方钩织的长针位置，挑其背面的靠上位置2根线，入针。再穿入锁针洞眼入针，钩织1针长针，然后挑后方锁针洞眼继续钩1针长针，后面继续挑相邻洞眼钩3针长针，然后挑下一个洞眼钩3针长针，第2针时要固定第4圈，先钩1针，然后找到爆米花针的长针，在其后方挑2根线，入针，再挑洞眼入针进行钩织。完成后回到洞眼继续钩1针长针，往后分别挑锁针洞眼，一个洞眼钩3针长针，其中一个洞眼不需要固定下方，下一个洞眼中间的1针要与下方第4圈位置进行固定。往后大家参考前面的演示，结合图纸继续钩织。最后在起地针上拧拔，拉紧，断线。此时第7圈完成，往下钩第8圈，这一圈需要使用2个颜色。同样，我将第一个颜色称为线1，第二个颜色为线2。拿起线1，在上一圈起地针上接线，
然后立2针锁针起立，往下挑针目，钩织4针中长针。之后继续钩4针长针，这里钩织时需要边钩边藏线2，同时第4针位置需要换色，先钩到换色的1针前。到了对应位置，这里钩织长针的未完成针，然后拿起线2，拉伸平整，绕线将线勾出，完成了长针，同时完成了换色。后面往左跳过2针，挑下一针位置，钩织长针2针的枣形针，先钩织2个长针的未完成针，注意线1边钩边藏。完成后，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完成长针2针的枣形针，接着钩2针锁针间隔，同一个位置继续钩长针2针的枣形针，先钩织长针的未完成针，钩针绕2次线，穿入，绕线钩出，然后绕线依次穿过前2个线圈，重复2次。此时钩针上还剩2个线圈，这个就是长针的未完成针，继续钩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最后绕线依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完成长针2针的枣形针，继续钩2针锁针，同一个位置再钩一个长针2针的枣形针。然后钩2针锁针，再钩一个长针2针的枣形针，这里需要换色，先钩织2个长针的未完成针，然后拿起线1，拉伸平整，绕线将线一次穿过，完成长针2针的枣形针，同时完成了换色。我将线2钩织的部分称为一个角，往下钩织边，先往左跳过2针，从下一针位置开始，一一对应钩4针长针，线2边钩边藏，后面钩5针中长针，
再钩4针长针，第4针时要换线儿。此时完成了边，接着跳过2针，钩织一个角，先钩长针2针的枣形针，2针锁针，然后挑同一个位置继续钩一个长针2针的枣形针，2针锁针，一个长针2针的枣形针，两针锁针，一个长针2针的枣形针，并且要换色。此时完成了角，往后按照前面边与角的方法继续钩织。最后在起立针上紧拔，拉紧，不断线。下预留长线头剪断。此时第8圈完成，接下来钩第9圈，先立2针锁针起立。往下分别挑针目，参考图纸钩织对应数量的中长针和长针。约到角的位置，先挑相邻枣形针的针目，钩织1针长针，然后挑锁针动眼钩2针长针，再挑相邻枣形针的针目钩1针长针，后面一个动眼钩2针长针，2针锁针和2针长针，相邻枣形针位置挑针目钩1针长针，然后挑锁针动眼钩2针长针，再挑相邻枣形针的针目钩1针长针。此时钩完了角的区域，往后角的位置就按照这里的方法钩织，边的位置挑针目钩织对应的中长针和长针。大家参考图纸，将剩余钩完。
最后在起立针上拧拔，拉紧，不断线。此时第9圈完成，下面钩第10圈，先立一针锁针起立，同一个位置对应钩一针短针，往下分别挑针目1对应钩短针，锁针弄眼对应钩3针短针，往下按照这样的方法将这一圈钩完。最后在开始短针上挑针目拧拔，拉紧，断线。此时第10圈完成，同时一个花片就钩织好了，线头均藏到织物背面即可。往下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对应的花片钩织完成，此时花片的钩织就讲解完了。下面讲解花片的缝合，先进行花片之间的缝合，之后再与第一次钩边缝合。首先大家参考成品效果，将花片摆放好，然后依次缝合相应的边和角。这里每个花片都是缝合一侧边。下面我演示一下缝合的方法。这里我用小样进行演示，花片采用卷针缝合的方法，先取缝合区域的线。为了方便观看，这里我用其他颜色演示，实际使用花片最外圈的颜色进行缝合。先取缝合区域3到4倍的线，将线穿入缝针，然后拿起2个花片，将其背面相对合拢，将需要缝合的一侧朝上，往下开始缝合。首先找到右侧拐角3个短针的位置，挑居中一针的针目入针，后方花片同样挑对应的短针针目入针，将线拉出，预留一点线头。为了牢固起始位置，多缝一次。往下分别挑2个花片的针目，从前往后入针缝合。缝的过程中，将预留的线放于上方藏进去，往下一直缝到这一端拐角3个短针的居中一针位置。最后一针的位置多缝一次，比较牢固。
最后将线藏到背面。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多藏几针。此时2个花片的一侧就缝合好了，往后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对应花片的侧边缝合完成。全部缝好后，最终会形成一个方形。完成后，将其与第一次钩边进行缝合。这里我用小样讲解一下，先摆放好位置。这里将第一次钩边拐角的位置与花片拐角的位置用线或者校扣做标记，然后找到居中的一针与花片居中的位置做好标记。之后两侧可以大致找几个点进行标记。往下仍然采用卷针缝合的方法，挑第一次钩边的针目和花片的针目对应缝合。遇到花片的缝合位置，可以挑缝合的居中处或者两侧花片拐角的点入针即可。期间遇到两侧针数不是一一对应时，多针的一侧可以挑少针的一侧多缝一针，也就是多针的一侧调2针位置，与少针的一侧1针位置进行缝合，这样就调节了1针。大家实际缝合时根据情况进行调整即可。这里可以从一个拐角开始往下绕圈缝合。由于缝合的区域比较大，大家可以先取1米的线来缝。线不够时，将线穿到织物背面，然后线头打死结，进行接线即可。之后缝合的所有线头和接头都放于织物的背面，全部缝好后再藏到织物里面就可以。缝合的方法前面都有演示过，大家自行将花片与第一次钩边缝合完成。此时花片部分就全部讲解完了。往下钩织第2次钩边，沿着花片外围绕圈钩织。用到的新针法有长长针正拉针、短针的反拉针、长长针5针的爆米花针，请看我演示。首先钩织第1圈，这里我用这个小样做演示。先在任意花片的拐角洞眼接线，调锁针大洞入针，然后立3针锁针起地，接着钩4针锁针间隔，同一个位置继续钩1针长针，1针锁针，1针长针，4针锁针和1针长针，往下钩织4针锁针间隔，接着往左跳过6针长针的位置，挑下一针钩织长长针的正拉针，钩针绕2次线，在前方从对应一针的右侧穿入，左侧穿出，然后按照长长针的钩法钩织。完成长长针正拉针，接着钩6针锁针间隔，
挑同一位置再钩一针长长针正拉针。我将2个长长针正拉针和之间的锁针看作一个长长针拉针花样，往下钩织4针锁针间隔，接着往左跳过9针长针，挑下一针，钩织长长针拉针花样，先钩一针长长针正拉针，6针锁针间隔，继续在同一个位置钩长长针正拉针，完成长长针拉针花样。后面钩4针锁针间隔，往下跳过8针，锁针位置不钩织，后面挑花片的连接处，这里挑这一行大致对应的位置，入针钩织长长针拉针花样。往后大家参考图纸，挑花片倒数第2圈大致对应的位置或者连接位置，钩织长长针拉针花样，花样之间都是间隔4针锁针。继续往下钩织。到了下一个拐角，这里方法与开始的拐角相同，挑锁针动眼处钩织1针长针，4针锁针，1针长针，1针锁针，1针长针，4针锁针，1针长针，完成了拐角。后面边的位置按照前面这条边的方法钩织，往后拐角的位置按照这里的方法钩织。具体大家也可以参考图纸，继续钩完剩余部分。
钩完最后一个边，在起立针的位置拧拔。拉紧，断线。第一圈完成，后面的第二圈都是调锁针动眼钩织对应的针法，期间遇到长长针拉针花样之间的锁针位置，需要调下方花片的短针位置入针，同时包裹上一圈的锁针。第三圈时，短针位置需要钩织不拉紧引拔针，其余位置调针目对应钩短针。第四圈都是调上一圈的对应位置入针，遇到不拉紧引拔针就调其辫子，其余位置调针目的后半针入针，拐角调针目入针。往后几圈用到的针法和方法前面都有演示过，大家直接参考图纸将这几圈钩完。完成后钩织第5圈，先在拐角居中的动眼入针接线。然后立一针锁针起立，同一个动眼钩3针短针，往下挑相邻锁针的动眼，钩织一针不拉紧引拔针，然后钩4针锁针，同一个位置钩织长长针5针的爆米花针，先钩织5针长长针。然后放开线圈，从这5针中的第1针针目穿入，将放开的线圈钩出，织物向前凸起，然后钩一针锁针固定，完成长长针5针的爆米花针，然后钩4针锁针，挑下方动眼，钩一针不拉紧引拔针。我将这个动眼的针法看作爆米花花样，接着跳过相邻长针的位置，挑后面一针钩织短针反拉针，钩针从后方穿入相邻一针的右侧缝隙，从左侧缝隙穿出，向后挑起了对应一针，然后绕线将线钩出，接着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完成短针反拉针，相邻继续钩织短针反拉针，从对应一针的右侧穿出，穿入左侧，按照短针的钩法钩织，完成短针反拉针。往后一对应钩短针反拉针，直到下一个长长针位置前。
到了对应位置，往下跳过长长针，调锁针动眼，钩织爆米花花样，也就是先钩一针不拉紧引拔针，然后钩4针锁针，一个长长针5针的爆米花针。接着钩4针锁针，再调动眼钩1针不拉紧引拔针，完成爆米花花样。往后长长针位置不需要钩织，挑之间的锁针动眼钩爆米花花样，其余位置对应钩短针反拉针，拐角中间的动眼对应钩3针短针。按照这样的方法将这一圈剩余钩完即可。最后完成后，在第一个短针针目上紧拔，之后断线，线头缠到背面即可。此时第5圈的方法就讲解完了，同时第2次钩边部分就讲解完了。到这里，躺姿主体就讲解完了。完成后的主体如果不太平整，可以用熨斗在背面熨烫一下。下面制作和安装装饰分为花朵装饰和图案装饰。先钩织花朵装饰并安装。花朵采用环形起针，先进行起针，然后立3针锁针起立，往下钩1针锁针间隔，接着调起针交替钩织1针长针和1针锁针，钩5次。完成后收线圈，最后在起立针上紧拔，拉紧。这里不需要断线，处理一下线。线头放置一旁。此时第1圈完成，接着钩第2圈，在上一圈锁针动眼里接线。然后钩织2针锁针，同一个动眼钩织3针中长针，完成后钩2针锁针，调锁针动眼，钩1针拧拔针。
稍微拉紧。我将这个动眼钩织的针法看作一个小花瓣，往下挑相邻动眼，钩一针拧拔针过渡，过渡拧拔针不需要拉紧，然后钩织一个小花瓣，也就是钩2针锁针，3针中长针，2针锁针，1针拧拔针，完成一个小花瓣。后面分别挑锁针动眼对应钩花瓣，钩织前都要先钩1针拧拔针过渡。具体大家也可以参考图纸，继续往下钩织。钩完最后一个花瓣，在开始花瓣的动眼里钩1针拧拔针过渡，然后拉大线圈，预留一点线头断线，线头勾到背面，然后将线藏到织物里面即可。此时第2圈完成，往下钩第3圈，使用第1圈的线进行钩织。按照反拉针的入针方法，穿入起立针，将起立针向后挑起，绕线将线钩出，立1针锁针起立，对应钩1针短针反拉针，后面钩2针锁针，相邻继续挑第1圈的长针，钩织短针反拉针，之间2针锁针间隔，继续往下钩织。最后在开始短针反拉针针目上拧拔，拉紧，不断线。此时第3圈完成，继续钩第4圈，先立1针锁针起立，挑下方对应钩1针短针，接着挑相邻动眼，钩织1针中长针，3针长针，1针中长针，往后短针反拉针位置挑齐针目，钩短针，锁针动眼钩织1针中长针，3针长针，合1针中长针。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往下钩织。
最后在开始短针上紧拔，拉紧，往下需要预留一点线头，再断线，先钩一针锁针固定，然后预留15厘米左右，断线，拉紧，其余线头藏到织物里面，最后的线头保留，后面用于缝合。此时一个花朵就钩织好了，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对应数量的花朵钩织完成。完成后进行安装，这里安装在第一次钩边叶子之间的间隔处，具体位置也可以根据喜好调整。往下我用小样演示一下方法。先将预留的线穿入缝针，然后挑背面，第一圈的位置缝几针，缝合方法没有要求，牢固就可以。先将线穿到第一圈的位置，完成后将线藏到背面，边藏边打结固定。大家可以多藏几针。这样一个花朵就安装好了，其余花朵按照同样的方法安装到对应位置即可。此时花朵部分就讲解完了。最后制作和安装图案装饰，由2个兔子的五官、气球牵绳、花枝和背带组成。先来制作五官，2个兔子的部分五官大小稍有不同，制作方法相同。这里我先讲解大兔子的五官，由耳朵、眼睛、腮红和嘴部组成，先分别钩织，完成后进行安装。首先讲解耳朵，采用锁针起针，然后沿着起针钩织一行。先参考图纸锁针起针，钩织对应的锁针数。完成后立3针锁针起立，接着折回，从右往左数的第5个锁针开始，调锁针上方1根线，钩织1针长针，后面继续调锁针上方1根线，一对应钩长针。
钩完最后一个锁针位置，继续钩3针锁针，然后挑最后一个锁针位置，钩1针拧拔针，稍微拉紧。接着预留15厘米左右的线断线。耳朵一共有2个，按照同样的方法再制作一个耳朵即可。往下讲解眼睛，拿起对应的线，先锁针起针，钩织5针锁针。完成后，挑第一个锁针的辫子上方1根线，钩1针拧拔针，稍微拉紧。接着断线，这里预留长线头。一个眼睛就制作好了，按照同样的方法再制作一个眼睛即可。接下来钩织腮红，先起针钩织5针锁针，然后立1针锁针起地，往下挑右往左数的第2个锁针位置，挑上方1根线，钩1针短针，相邻继续挑锁针的1根线，依次钩1针中长针，1针长针，1针中长针，最后一个锁针位置钩织3针短针。接着折回，挑锁针这一侧钩织，从相邻中长针的入针位置开始，挑锁针的2根线，依次钩1针中长针，边钩边注意藏起针的线头。后面继续钩1针长针，1针中长针，最后一个锁针位置挑2根线，钩2针短针，然后与第1针短针拧拔，这里拧拔针拉不拉紧都可以，最后预留15厘米的线断线。这样一个腮红就钩织好了，同样再钩一个腮红放置一旁备用。接着制作嘴部，由嘴巴、鼻子和唇线组成。先钩织嘴巴，首先环形起针，然后立3针锁针起地，接着挑起针钩织11针长针，完成后收线圈。最后在起地针上拧拔，
拉紧，不断线。此时第一圈完成，继续钩第二圈。先立2针锁针起底，同一个位置钩1针中长针，往下挑针目钩织中长针加针，也就是一个位置钩2针中长针，1针、2针，完成中长针加针，后面分别挑针目钩织中长针加针。最后在起地针上拧拔，拉紧，预留20厘米线头断线。此时嘴巴就完成了。接着钩织鼻子，先环形起针，然后立2针锁针起立，接着挑起针钩织2针长针，然后钩2针锁针，再挑起针钩织1针拧拔针，拉不拉紧都可以，往下收线圈。然后预留10厘米左右，线头断线。此时鼻子就完成了。下面需要将鼻子安装到嘴巴上方，之后绣至唇线，将鼻子的反面朝外，也就是针法纹理相对模糊的这一面，然后将嘴巴的反面也朝外。放于没有线头的这一侧正上方。然后使用预留的长线头挑边缘缝合几针，方法没有要求，牢固即可。然后将线头穿到背面，另一个线头勾到背面，然后将线分别藏到织物里面。大家可以多藏几针，剩余线头可以剪掉，也可以直接放在藏线的这一面。另一个线头按照同样的方法藏进去即可。
嘴部起针的线头穿到长线的一面进行长线就可以，这样鼻子就安装好了。往下使用鼻子钩织的同色线，取一段长线头，穿入缝针。接着将线从后方穿入鼻子底端，预留一点线头。接着从正下方第一圈针法之间的缝隙穿入，然后在直线下方往两侧间隔1到2针的位置绣制斜线。这样纯线就绣制好了。最后将线打结，最后剪断或者放于背面即可。此时完整的嘴部就制作好了。往下进行安装，大家先参考成品效果，将五官在对应图案的位置摆放好。这里的织物都是反面朝外，然后先安装嘴部。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缝合方法，具体位置大家可以参考成品或者根据喜好调整，我小样位置随意。将预留的线穿入缝针，然后挑织物与主体缝几针。方法没有要求，牢固就可以。之后大家将线藏到织物背面即可，注意边藏边打结，比较牢固。这样嘴部的安装就完成了。接着按照同样的方法，在嘴部的两侧安装腮红，注意腮红要横向摆放，织物反面朝外。大家将其完成。完成之后再安装上方的眼睛。往下我演示一下方法，这里我用小样做演示。将预留的长线头穿入缝针，眼睛反面朝外，辫子的一面与主体对应，往下进行缝合。之后将线穿到背面，另一个线头同样穿到背面，然后两个线头可以打结固定，之后分别藏到织物里面即可。大家将其完成。另一个眼睛按照同样的方法进行安装即可。最后安装耳朵，按照成品效果或者喜好，沿着图案位置进行摆放，之后挑边缘
缝几针固定，最后的线头藏到织物背面即可。注意耳朵的织物反面朝外。大家将其完成。此时大兔子的五官部分就讲解完了。接着讲解小兔子的五官。首先讲解耳朵，也是锁针起针，然后沿着起针钩织一行，只是这里针法变成了中长针。大家参考图纸将其钩好，钩完注意预留20厘米用于缝合。之后钩织眼睛，方法与大兔子眼睛完全相同。大家将其钩好。完成后制作腮红，也是采用锁针起针，然后沿着起针钩一圈，方法与大兔子腮红相同，只是针法和针数稍有不同。大家直接参考图纸将其完成，注意留15厘米的线用于缝合。下面讲解嘴部，方法与大兔子的嘴部完全相同，大家按照之前的方法将其完成即可。全部制作完成后，大家参考成品效果或者根据喜好，将五官依次缝合安装到对应位置即可。注意这里的所有织物都是反面朝外，和大兔子织物的纹理相同，大家将其完成。此时小兔子的五官也讲解完了。往下讲解气球牵绳，先钩织对应长度的锁针，之后进行安装。这里2个兔子的位置都有牵绳，则大家先参考图纸，钩好2条牵绳。结束时直接拉大线圈断线即可。完成后进行安装。这里大兔子处的牵绳，先在下方这个图案的位置绕一圈，底端留有部分的牵绳，之后往上沿着成品的效果进行摆放。期间可以使用胶水找几个点，进行固定。之后上方从对应图案的位置穿到后方，再从对应位置穿出和穿入，剩余放于背面。之后为了牢固，大家可以取同色线的线头，然后沿着牵绳大致缝几针固定。缝合时首尾线头藏到织物里面即可。大家将其完成。往下讲解小兔子的牵绳，按照成品效果摆放，在对应位置穿入绳子，上方剩余部分放于主体后方，下方预留一部分放于前方，然后使用对应的线大致缝几针，大家将其完成。此时气球牵绳就讲解完了。接下来讲解花枝，由花朵、花茎和叶子组成。花朵的方法与之前安装到第一次钩边的花朵完全相同。花茎的方法与气球牵绳相同，钩织对应长度的锁针。叶子方法与腮红处相似，只是针法稍有不同，大家直接参考图纸将其完成。最后参考成品效果安装到对应位置。这里叶子安装时正面朝上。确定位置时，大家可以先用胶水找几个点进行固定，之后再使用对应的线缝几针固定。此时
花枝就讲解完了。最后制作背带，先进行钩织，方法与耳朵相似，只是针法不同，大家参考图纸将其完成。钩完注意预留20厘米的线用于缝合。安装时，将起针的一侧朝左上方，然后参考成品效果摆放好位置，使用预留的线调背面缝几针固定。完成后，在下方一端缝合纽扣，调纽扣的洞眼缝1到2次即可。最后的线头藏到背面，大家将其完成。此时背带的制作就讲解完了，这样装饰部分就全部讲解完了。到这里，整个毯子的制作就全部讲解完了。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苏苏姐家一针一线，享受生活乐趣。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集再见。